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这两天我收到了一个产品，就是这个 Dorcas 的充电物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会寄一个这个东西给我呢？可能是因为之前的视频当中，我有测试过 Anker 的充电物和 GGD 的充电物，这两个充电物挺像啦，它们都是可以给移动设备充电快充的，都有各自自己的协议。那这个呢，和它们又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专门给 MVP 充电用的一个多功能充电物。我之前也看有视频博主介绍过、测评过，还挺感兴趣的，但是我还没有用过，所以今天就跟我一起来开箱体验它吧。这就是它的包装，封面是这款充电物的样子，侧边是接口的介绍，背后是连接使用示意图。打开包装之后就是这3样东西了，确切的说只有2样，一根超级粗、材质感觉很好的 Type-C 线。这根看起来很结实的 Type-C 线是数据与供电一体的，长1米，一个本体。这一款呢，它的型号是 HD61，它还有其他别的款式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它的接口。从上到下是一个 Type-C 接口 ，PD 2.0 协议，最大功率45瓦，一个 HDMI 2.0 接口，2个 USB 3.0 5伏，最大2.5安的接口。神奇的是，它的内部居然是中空的。为什么它是中空的设计呢？因为正确的使用方式是这样的，这个位置是一个卡扣，把它打开之后，把原装的 MVP 充电头接口对准，插里面，会听到一声响，然后把卡扣关上 ，OK， 就可以作为充电物来使用了。我的理解是，它就是原装充电头的拓展。事实上，它也只能用原装的充电头，因为我还有一个其他品牌的，但接口的位置不一样，没办法放进去使用。我知道为什么它的型号是 HD61了，是因为它的最大功率完全是靠你的原装充电头的最大功率来决定的。像我13寸的 MVP， 最大的功率就是61瓦。我用我一个非原装的65瓦充电头进行了测试，充电功率是50多瓦。用 MVP 原装的61瓦充电头进行测试，实际的充电功率是接近50瓦的样子。用 Dorcas 的 Type-C 口进行充电测试，充电功率是40多瓦，确实就像它说明书上写的一样，它的 Type-C 口有一个最大充电功率限制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用上了这一根 Dorcas 的原装 Type-C 线之后，这个测试仪就没有反应了，可能是这个线的设计很复杂吧。用我的紫米充电宝测试，它的 USB 3.0 接口充电的时候是能达到5伏 2.5安的。这个充电物在没有接电源的情况下会变成一个集线器，把 MVP 变成一个超大的充电宝，给 USB 设备进行供电。紧急的情况下，给 Pocket、给手机进行续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当然，接上电源之后，它就能给接在它上面所有的移动设备进行供电了。说明书上写，这款充电拓展物它的最大传输速度可以达到10000兆，我最快只有这种固态盘，测出来达到了固态盘的极限，连高于5G 都测不了，传输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看来需要更新设备了。这款充电物因为有一个 HDMI 接口，就可以把 MVP 的画面投屏到显示器上了，显示屏就可以作为 MVP 的第2块屏幕了。接上电源之后，就可以开启盒盖模式。我用了一个有线鼠标连接到 Dorcas 上，这个键盘是蓝牙的，直接连到了笔记本上。
现在呢，笔记本就变成了台式机模式，我们打开一个视频看看。这个时候听到的声音是笔记本发出来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杜杜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同时还可以配合家庭投影或者我之前的便携投影来播放影片。那么这就是这一款充电拓展坞的基本功能了。它的设计理念是真的很新颖，外观看起来也很不错。装上之后，整体的长度也只是比原装的充电头多了大概1/5的样子，也不重，就很便携。关键是它拓展出了2个可以同时供电与数据的 USB 口，还有一个 HDMI 输出画面，就总体感觉就像是苹果官方的拓展产品。同时我还发现了2个可以改进的地方，第一个那就是它的固定实在太牢固了，以至于我装上原装的充电头之后是很难把它拆下来的。事实上它的考量也不是说让你去频繁拆装来使用吧。第二个就是我作为一名视频创作者呢，我平时是很依赖网口、SD 卡口、TF 卡口的，我很希望说这个能添加上，这样的话那就近乎完美了。但是目前看它的设计跟体积大小，我估计如果加上这些接口的话，可能就会影响它的便携性和成本了，这个是真的很难取舍了。那么大家怎么看这一款充电扩展坞呢？ OK，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